大家好，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在过去的视频中讲解过日本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故事。本期视频我们来介绍日本液体火箭的发展。我们之前提到，日本并不是不想搞液体火箭，相反的，他们很清楚，固体火箭一条道走到黑是没有前途的。在1967年日本太空政策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日本在研发缪系列固体火箭后，将进一步开发 Q 型和 N 型两种火箭，其中 Q 型将是一型固液串联4级火箭，它的1、2、4级将使用缪上使用的固体发动机，3级则是液体火箭。整发火箭能把85公斤的卫星送入1000公里的远轨道。N 型火箭在当时只确定了技术指标，要把100公斤的卫星直送静止轨道。我们不知道日本在当时有没有拿出火箭的方案，但是这样的火箭必然要以液体为主。那么问题来了，日本航天人要怎么搞定液体火箭呢？日本在此时面临2个难题，一是液体发动机技术薄弱，自己短时间内很难造出合适的推进系统；二是制导和控制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不能变成导弹，日本的早期火箭只是用了最小程度的制导和主动控制，这对入轨精度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会极大程度上限制火箭的运用。所以日本航天人必须把这2个问题都解决掉。后一个难题让美国放开限制就能解决，前一个呢也可以让美国附带着把技术转让了。日本航天人很有骨气，他们一开始曾在找美国帮忙和自己突破限制2个选项间犹豫不决，但最后受现实所迫，还是找上了美国。碰巧美国当时也意图多搞一些技术合作，以求尽可能破坏其他航天国家的自主性。就这样，美日2国一拍即合，在1969年签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里写着，美国让本国公司向日本提供不涉密的技术和零件，帮助日本研制液体运载火箭，并研制通信、气象卫星这2种具有和平应用场景的太空产品。条件是日本不向第三国转让美国提供的东西。具体来说，美国会向日本出口雷神德尔塔火箭，让日本初步具备发射静止卫星的条件。为了让日本尽量依附于美国技术，美国基本只转让火箭制造的技术，而不让日本吃透火箭的总体设计，更不会教日本怎么独立设计液体火箭。美日刚签完备忘录时，日本的太空政策委员会似乎立刻忘记了有这件事，仍然说要自己造出 Q 和 N 型火箭，搞得美方一头雾水。但是在1970年大鱼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发射需求的调查，结果发现不引进美国火箭就满足不了日本将快速增长的航天发射需求。于是在同年10月份，新的太空计划出台， Q 和 N 型火箭直接被取消，基于德尔塔火箭的 N1 成为优先开发的项目。 N1 的 N 日本的罗马音首字母并不代表它和前面计划的 N 型有什么关系。 N1 火箭总体上就是德尔塔 M 型，日本在接收了德尔塔 M 的制造技术后，将1级发动机分包给石川岛波摩重工，助推器给日产公司，其余部分的生产分包给三菱重工。火箭大部分和德尔塔 M 型一样，不过融合了一点日本自己的东西。N1 的2级发动机没有使用 AJ10， 而是安装了一台 LE3。这个发动机来自日本自己的一个工程，最初很可能计划安装在 Q 型的3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很不顺利，后来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才研发成功。LE3 和 AJ10 技术特点相似，推进剂和循环方式都一样，但是性能略好。此外，2级的制导和姿态控制设备来自 JC2 太空火箭，也吸取了美国的技术。N1 的总体性能和德尔塔 M 相差不大，同步转移轨道运力从德尔塔 M 的356公斤提升到360公斤，有提升吗？如提。不过相比日本的固体火箭，那就是巨大的飞跃。日本花了5年时间吃下德尔塔的技术，从1975年开始，一共发射了7发 N1， 第1发搭载了工程试验卫星1号，又叫菊花1号，第2发和第4发是电离层探测卫星，这3颗卫星都是自旋稳定的低轨卫星，第3、5、6发搭载了日本最早的3颗试验性静止通信卫星，而第7发搭载了1颗3轴稳定平台的试验星。但是其实在1972年 JAXA 的前身宇宙开发事业团就对引进德尔塔 M 相当不满足了。我们说，从第1颗静止卫星上天开始，地球静止轨道就被人类以飞快的速度开发着。在美日签订协议的时候，德尔塔 M 的高轨运力确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德尔塔自己的进化，到1971年，德尔塔 M 就退役了。这个时候，德尔塔最大的构型是什么呢？ M6， 别看就多了3个助推器。M6 的同步转移轨道运力有454公斤，直接多了约1/3。更强的900、1000系此时正处于研发末期，1972年就服役了，这更是让 N1 有种出生即落后的感觉。不先进也就算了，N1 还不能全部满足日本眼下的发射需求。日本制造的向日葵1号气象卫星、百合1号实用通信卫星都超过 N1 的运载能力，所以在1972年的计划中，这2颗卫星都是给谁发射呢？德尔塔他本人。我引进了德尔塔，然后还得用原版，美国人像是在消遣我。这大概就是日本航天人此时的心态。于是，日本开始了第2代液体火箭 N2 的预研。N2 的指标是直送350公斤的卫星到静止轨道。最初的打算是给 N1 扩大2级柱箱规模，改进2级发动机，但是计算下来，同步转移轨道运力顶多也就到300公斤，直送350更是天方夜谭。那怎么办呢？日本提出了2个并行的方案，一个是引进更先进的德尔塔，在此基础上研制 N2 火箭。另一个是给 N1 换上氢氧2级，后者也就是 H1 火箭的雏形。在1974年，美国和日本再次坐在了谈判桌上。一开始，日方以为美国在上次技术转让中还算比较大度，在这次也一定会转让很多好东西。然而，美国国会在1969年备忘录签订后，认为继续进行类似的技术转让会损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所以美方谈判代表提出的意见是，美国仅转让最新型德尔塔火箭的一部分制造技术，过于先进的部分美国不给，日本直接找美国买成品就是。至于火箭的设计，更是一点儿也不能给。在2年的谈判过后，美日双方签下了协议，主体内容类似1969年的备忘录。不过，最终美国做出了不小的让步，除了制导系统过于先进不可展示外，几乎所有的制造技术都允许转让，甚至一部分总体设计的技术也被转让给了日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后面再讲。在协议签订后，日本引进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德尔塔火箭2914构型，在此基础上制造了 N2。这次日本并没有在火箭上融合自己研制的部分，整发火箭就是完完全全的德尔塔，不过由日本制造。N2 在1982到1987年间发射了7次，前6次都是发射静止卫星，第7次去掉了固体3级，打的是太阳同步轨道。回顾这段历史，与其说是日本液体火箭的发展，不如说是德尔塔火箭的发展。日本战后遭受制裁，自身功底薄弱，也是无奈之举。然而，美国的技术转让并非全方位支持，日本航天人也从来不相信美国会真心实意转让东西。俗话说拿人手短，现在拿到了好处，以后搞不好要用技术主权还债。所以，日本根本没想一直靠德尔塔过活，总是希望在借鉴的基础上掌握，在掌握的基础上再突破。日本独立的液体火箭研制力量，在此过程中非但没有被破坏，还站在了德尔塔火箭的肩膀上，羽翼日渐丰满。1974年，在美日谈判的同时，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找上了日本。前面提到，日本有一个换氢氧的 H1 火箭方案，而法国在同时期也有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计划。此次法国前来，就是寻求和日本合作，造出氢氧机。在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法国考察后，日本选择自己造，不和法国合作了。法国是什么弱鸡啊？连2次点火都搞不成，不能2次点火的氢氧机对我有什么用？不过，日本还是以自己可能和法国合作这件事来刺激美国，希望美国能多给点技术，甚至帮自己造出氢氧机。日本的这个策略获得了成功，美国不情不愿地同意扩大 N2 火箭项目中美国的技术转让范围，还口头上答应帮助日本研制它的后继型号，也就是 H1。在1980年，美日签订了一份新协议，在这份协议里，美国同意给日本提供研制 H1 火箭的必要技术支持，而对日本的要求和1976年协议几乎一样。这里的技术支持指的就是把除制导系统外的一切设计制造技术都转让给日本。与此同时 ，H1 火箭的总体方案也得到了更新。新方案借用 N2 的1级整流罩和助推器，新开发一个有供底柱箱的氢氧2级，还可以选装固体3级。2级装一台日本自研的 LE5 发动机，使用燃气发生器循环，结构简单。2级制导系统，日本搞出了自己的产品，不必再找美国买了。最终的成品，同步转移轨道运力有1100公斤，直送运力也有550公斤，和同期的德尔塔3000系能打个平手。
在 H1 的研制过程中，日本完全吃透了德尔塔火箭的总体，还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改进，自研液体火箭也已经提上日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实现了从对美国技术依赖到技术独立的转变。日本的航天人既没失掉骨气，又得到了技术。相反的，美国几乎什么都没得到，吃了哑巴亏。为什么说几乎呢？原来，美国的麦道公司在1995年计划研制一种同步转移轨道运力 3.5 吨以上的低成本火箭时，发现传统德尔塔的潜力已经基本被榨干了。而当他们望向大洋彼岸，已经退役的 H1 让他们眼前一亮，我们也学日本换氢氧2级，于是德尔塔3出现了。H1 火箭在1986年首飞，最后一次发射是在1992年，而在此后就是日本第一型完全自研的液体火箭 H2。H2 的研制工作在1984年7月就已经开始，它的目标是完全自研，适应未来发射需求，降低单位质量发射成本。火箭的总体设计完全没有德尔塔的影子，信机直径4米，一级装一台 LE7 闭式氢氧机，捆绑2个分段建造的大固推，2级既是供底柱箱，又是悬挂柱箱，装一台改成开式膨胀循环的 LE5， 也就是 LE5A。火箭整体高49米，全重260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 3.93 吨，直送静止轨道运力约2吨，同等轨道的运载比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此外，日本推出了一键双星服务，也就是用一发 H2 发射2颗1、2吨重的卫星。理论上，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比单独发射要便宜一些。H2 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型完全自研的中型火箭，自研的路注定艰辛，研制工作花费整整10年，期间一级发动机试车多次失败，有一次事故还把人炸死了。10年磨一剑， H2 火箭在1994年首飞，前5次发射都成功，但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的商品价格普遍变高，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原有的价格优势，这促使日本开始以降低成本、提高运力为目的，研制新一代火箭，也就是 H2A。H2 的3号机发射了向日葵5号，这颗卫星质量略微超出 H2 的运力，所以火箭一级周围增加2个小型助推器，称为 H2 Plus。8号机使用和 H2A 相同的2级，称为 H2S。H2 的5号机、8号机分别因为1级和2级发动机故障接连失败，导致国际客户退出合作，加上日本需要集中力量研制 H2A，H2 在1999年被勒令退役，剩下7号机没有发射。H2A 在1995年获批开始研制，它的首要任务是降低发射成本，增加运力，提高可靠性。同时为了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日本选择在 H2 的基础上改进，所以新火箭不叫 H3，而是 H2A。H2A 的标准型保留了 H2 的直径，1、2级柱箱规模都有所放大，2级为了节省成本，放弃供底柱箱，改成悬挂的分体柱箱。这2型发动机分别解决了之前发射中暴露的可靠性问题，适当提高了性能，还大幅度降低了造价。为了降低成本，2个大固推换成不用分段建造的 SRB-A 小固推，数量不变。基础型的同步转移轨道运力是 3.7 吨，和 H2 差不多，但是火箭的发射成本从 H2 的 1.7 亿美元大幅度降低到8800万美元。为了进一步满足未来的发射需求， H2A 在标准型的基础上还推出了更多的构型，所有的构型都可以用一个4位数代码表示，第1位是级数，第2位是液体助推器的个数，第3位是 SRB-A 固推的个数，第4位是小型固推 SSB 的个数。按照这个命名法，标准型 H2A 也叫做 H2A202， 最后1位的0一般不写。新推出的构型包括增强的标准型、增强型和改进型，其中所谓增强的标准型是指2022和2024构型，增强型是204构型。这些新型号只增加固体助推器，在发射成本上升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将同步转移轨道运力提升到最大 5.7 吨。改进型也叫重型，指的是有液体助推器的构型，具体来说就是212、220和222构型。液体助推器简称 LRB， 是在一个和1级相同的柱箱上塞下2台 LE7A， 顶上装一个斜头锥，可以捆绑1个或2个。是的，这里面还有比斜着站更让人难受的不对称构型。3个改进型中，212和222的同步转移轨道运力分别是 7.5 和 9.5 吨，220应该介于2者之间。H2 的改进型如果放到现在，应该很适合发射大型静止卫星。不过，加装液体助推器也不符合简化构型、节省成本的要求，于是这3个构型在2005年就被取消了。此外，还有几个较为特殊的构型。第一个是1024，
顶上搭载日本计划自研的 Hope-X 航天飞机。航天飞机需要在亚轨道顶点自己点火入轨，在 Hope-X 计划取消后，这个构型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第二个是一级装2台遥翼 7A 的光杆构型，因为运力太小，对应需求不多而被放弃。第三个是把2级直径扩到 5.2 米的方案，在构型代码末尾多一个字母 A。目前有性能数据的是 204A 和 22A 构型，同步转移轨道运力分别是7吨和10吨。这个方案估计因为要设计新的2级柱箱，也不符合简化构型的要求被取消。大柱箱的预研工作后来成为 H3 2级研制的基础。HRA 的标准型在2001年首飞，几个增加固推的构型也在此后几年内相继服役。HRA 发射了日本的各种卫星，还打了月球和火星探测器，确实满足了日本近20年内的大部分发射需求，甚至还有余力，把不少外国卫星也送入轨道。还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吗？还真有，那就是发射 HTV 货运飞船。最开始这个活是 HRA 改进型干的，现在改进型被取消，飞船失去了发射的载具，于是日本提出了 HRB 的方案。这个方案具体来说，就是把 HRA 的1级扩到 5.2 米，增加1台遥翼 7A， 物体助推器必须安装4个，其他地方的技术状态和 HRA 基本一致。HRB 火箭标准近地轨道运力19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8吨，主业是往国际空间站发射 HTV 货运飞船，必要时也可以打高轨卫星。HRB 既要通用 HRA 的命名体系，又要和 HRA 有所区别，于是强行把第一位数字改成3，构型代码是 HRB 304，给人一种这个火箭有3级的错觉。HRB 也出现过使用 5.2 米2级的 304A 构型，同步转移轨道运力10吨，算是扩大2级方案的一次复活，但是这次复活是很短暂的，方案提出后不久又被放弃了。HRB 和 HRA 增强型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两者有不少部件可以通用，前者的研发时间因此得以大大缩短。HRB 从2009年开始服役，按计划发射了9艘货运飞船，在2020年功成身退，只可惜没有打高轨载荷的机会。H1 火箭的研发历程是日本航天技术的缩影，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从依赖到自主创新的转型。H2 火箭的成功更是日本航天工业在自研道路上的重大突破。10年的研发过程尽管充满了失败与挑战，但就是在这种不断试错与调整中，日本实现了从依赖到借鉴到独立的飞跃。这一转变充分体现了航天技术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在这种复杂性之下，技术自主化所必须的时间与投入。每一次失败，每一次试车的爆炸，都是积累经验、打磨技术的过程。在 HRB 诞生后， H2 系列的性能力压宇宙神5和德尔塔4的大部分构型，与欧洲的阿利亚纳不相上下，经济性也在全世界排名前列。它在21世纪10年代抢到了众多的国际订单，在2017年达到了1年6发的鼎盛时期。然而在这个年代，一股杀气从大洋彼岸杀来，笼罩在全世界的商业火箭头上，打破了日本继续使用 HRA 和 HRB 霸占商业市场的美梦。中国、朝鲜可以靠国内需求盘活火箭市场，但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液体火箭的产业规模早已超出国内需求，而国际市场被猎鹰蚕食，生存压力骤增。于是一轮轰轰烈烈的火箭自救运动爆发了。俄罗斯推出轻型和中型质子，黑电 ULA 拿出火神，欧空局研制了阿利亚纳6，日本呢也拿出了自己对抗猎鹰的法宝，看似没改，但实际改了却又和没改一样的 H3。 乍一看 H3 还是大成罐子小固推，除了为了所谓国际化把 Nippon 改成 Japan， 其他地方改了个寂寞。再细看，其实改进的地方并不少，火箭的规模整体变大了，1、2级和整流罩统一直径为 5.2 米，2级的高度也分别有所增加。为了节省成本，日本还向遥翼 7A 开了刀。不管在哪个国家，分级燃烧循环的氢氧机都是造价非常高的存在。美国为了节约成本，在研制德尔塔4时就把 RS-25 改成燃气发生器循环的 RS-68。但是日本并不想走美国的老路，他们也给 H3 研制了新发动机，也就是遥翼9。这个发动机用什么循环方式呢？开始膨胀循环。抽象归抽象，性能还是不错的，成本也确实砍下来了。2级最开始计划使用一台新研制的 LE11 开式膨胀循环氢氧机，但是后来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遥翼9，2级发动机改成一台新技术状态的LE5B。未来如果要进一步增大2级推力，还可以考虑多装一台。助推器主要简化了分离机构，在规模与 SRB-A 相近的情况下增大了推力。
代价是工作时间更短。整个 H3 系列一共有4种构型，每个构型用2位数字加1位字母表示。第一位数字代表一级发动机数量，第二位是助推器数量，字母代表整流罩长短。其中 30S 主要面向太阳同步轨道发射，也有说法是主要面向日本政府的发射需求。22S、22L 和24L 主要面向静止轨道发射，但也可以用于其他轨道的发射，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型号。3、4构型因为运力过大，需求不多，在 H3 系列发展初期就被放弃。32构型最开始有计划发展，但是后来发现和22构型性能差别不大，在2018年也被取消。在2015年，日本计划在2020年完成 H3 30S 构型的首飞，2021年完成带助推器构型的首飞，但是因为3发动机构型的振动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后来把首飞舰构型改成了 22S。H3 火箭研发的核心是 L19 发动机，它除了换用开式膨胀循环，还大胆使用了不少 3D 打印的部件，喷注器的材料也是复合材料，这对降低成本也有积极意义。不过 L19 的研发过程有滥用电脑模拟的问题，到真实试车时，发动机暴露出不少可靠性问题，后来将不少部件改回传统工艺制造，导致 Type 1发动机性能不及预期，需要后续继续研发 Type 1A 和 Type 2，逐步把新工艺加回去，让性能达到原定的设计指标。H3 在2023年2月17日发射终止，3月7日首飞，1、2级分离时，2级发动机电源系统漏电，因而没有确认2级点火指令，最终导致火箭自毁。在改进2级发动机以后， H3 又发射了4次，全部成功。H3 的型谱在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日本新一代货运飞船 HTVX 投入研制，为了向国际空间站发射 HTVX，H3 增加了直径 5.4 米的宽整流罩，又为了把 HTVX 发射到月球门户空间站，三菱重工正在计划研制更大的构型，比如用3发动机的1级做 CBC。 尽管 H3 火箭在技术，特别是发动机上做出了诸多改进，成本的控制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虽然它带来了比 H2 系列更为合理的成本结构，但是最小的 30S 构型单发发射成本还是高达3200万美元，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相比，这一优势依旧显得有限。H3 的未来或许更像是一个在不断调整与磨砺中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而它的成功与否，最后还需在无数次发射和验证中接受时间的考验。正如航天技术本身，进步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项技术的改进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试验、失败与反思。H3 火箭的推出是日本在追求商业航天独立道路上的一次艰难尝试，是全球航天竞赛中一粒微小而坚定的火花。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它是否能够突破现有的瓶颈，依旧充满悬念。但无论结果如何， H3 的研发历程本身已为日本航天注入了新的动力，提醒着每一个投身这片星空的人，创新与坚持始终是飞向更远之地的不二法门。日本文部科学省已经决定研发替代 H3 的下一代火箭，确定新火箭的1级必须能重复使用，计划把运力和 H3 30S 相似的火箭单次发射成本降到1600万美元，抹平 H3 在价格上的劣势。2040年前后，进一步把发射成本降低到520万美元，让日本拥有廉价进入太空的方式。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就是日本液体火箭的全部故事。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下期再见。